梦比优斯奥特曼正在和一个怪兽战斗，他背对着太阳着陆，潇洒地使出了他的必杀技梦比姆射线，怪兽在夕阳中炸成灰烬。他点点头，飞上云霄，召唤出一道光之门，消失在了太空中。他回到了光之国，这里是奥特曼的故乡，无数的奥特战士就是在这个充满光的国度里长大的。梦比优斯缓缓着陆在奥特基地，通过和赛文佐菲初代奥特曼的谈话得知，最近的怪兽活动十分频繁，宇宙中到处都传来怪兽袭击事件，似乎有什么邪恶力量正在滋生。佐菲说是时候该让那个战士登场了，但赛文说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这时奥特之父登场，他嘱咐各位元老提高警惕，眼神中透露着凝重。镜头一转，这里是宇宙监狱，一个奥特曼缓缓走向了监狱大门，他拿着一根权杖，双眼透露着杀气。守卫奥特曼发现来者不善，刚想阻拦，但没来得及出手就被炸飞了。奥特曼走进监狱，幻化成了原形，原来这个奥特曼是一个怪兽，他是来劫狱的。他用手中的权杖炸开监狱门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面目狰狞的奥特曼，他就是宇宙中最强大的邪恶奥特曼贝利亚奥特曼。怪兽恭敬地献上权杖，这个权杖是终极格斗仪，可以召唤出大量怪兽。他想说服贝利亚奥特曼和自己一同打天下，但下一秒就被贝利亚无情秒杀。贝利亚正在享受重获自由的快乐时，泰罗奥特曼带着兄弟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奥特基地收到了泰罗的奥特签名，这意味着有大事发生。众奥急忙前去支援。监狱里，贝利亚战斗力彪悍，只身打发了一群奥特曼，徒手更是能抵抗两个奥特战士发出的激光。泰罗上去应敌，单论格斗技巧，他根本不是贝利亚的对手，被打得连连败退。泰罗起身发出自己的大招斯特利姆光线，却被贝利亚轻易躲开。泰罗心一横，抱着贝利亚撞上光之国，而那里奥特大军早已严阵以待。两人落地，泰罗像一个洋娃娃被贝利亚捏在手里，众奥上去迎战。这些年轻的奥特战士根本打不过贝利亚，被纷纷按在地上摩擦。梦比优斯上去战斗，被贝利亚捆了起来，扔向了太空。这里是个伏笔，后面就知道。元老三奥团团围住贝利亚，他轻轻一扫就打飞了赛文和初代。宇宙警备队队长佐菲发出自己的大招安摩奇葩能量，却被贝利亚轻易化解，人也被贝利亚踩晕过去。猖狂的贝利亚举起了终极战斗仪，发出毁灭的射线，光之国顿时一片废墟。他来到光之国的中心等离子火花塔，这是光之国的核心，有着取之不竭、用之不尽的力量，这是他垂涎已久的力量，如今已近在咫尺。他随意放倒了前来阻拦的艾迪、杰克和艾斯奥特曼，刚要拿起等离子火花，奥特之父出现了。这是一个怎样的奥特曼？连光之国倾尽全部战斗力都无法将其制服，就连奥特之父也不敌这个强大的奥特曼。贝利亚得逞了，他拿起了等离子火花，离开了光子国，来到了怪兽牧场，这里放着所有死去怪兽的灵魂。贝利亚用等离子火花的能量复活了所有怪兽，并把他们装进了终极战斗仪。至此，贝利亚完成了征服宇宙的全部准备工作。与此同时，光之国因为失去了等离子火花而开始全面冰封，所有奥特曼都变成了冰块，只有初代和赛文使用光盾躲过一劫。一旦失去所有的光，光之国就会毁灭。这时泰罗站了出来，他化身火焰形态冲了上去，他把最后一点点的光抱在怀里，留住了光之国翻盘的希望。先前被贝利亚扔出太空的梦比优斯躲过一劫，他挣开束缚回到光之国时，才发现这里已经失去了光。黑暗中，赛文和初代指引梦比优斯说，有个叫雷的地球人，有着和贝利亚相同的基因，找他前来帮忙。一颗不知名的星球上，雷正在和怪兽战斗，确切的说是雷的怪兽在和怪兽战斗。雷继承了曾经的宇宙霸主雷布朗多星人的基因，所以他可以和贝利亚一样，都可以操纵怪兽。他指挥自己的怪兽格莫拉使出了必杀技，杀死了对手。这时梦比优斯出现了，他抱着雷消失在了地面，留下一地惊愕的其他队员。在一个光的区域里，梦比优斯说出了光之国的起源。曾经光之国的人民和地球人一样，直到有一天光之国的太阳发生了爆炸，光之国的人民就制造了一个人造太阳等离子火花塔。这个火花塔能量过于强大，使所有光之国的人都变成了奥特曼，而贝利亚就是基于火花塔的能量，想要将其占为己有。被发现后赶出了光之国，流放的贝利亚遇到了曾经的宇宙霸主雷布朗多星人，二人合二为一，变成了一个超级强大的邪恶存在。贝利亚回到光之国复仇，把光之国打得满地狼藉。危难时刻，光之国的老大哥奥特之王出现，他如神明一般制裁了贝利亚，将其关进了宇宙监狱。直到这次贝利亚被放出，才引发了光之国的劫难。听完梦比优斯的讲述，一身正气的雷决定帮助梦比优斯，帮助光之国。两人和赛文初代的人间体汇合，来到了泰罗守护的最后的光面前，用奥特意念从泰罗的光里获得能量。此刻这波回忆杀让坐在电脑前的我也变成了光。
三人整装待发前往怪兽牧场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夺回等离子火花，重新点亮光之国。梦比优斯说要不要叫那个战士回来，赛文却再次拒绝，还不是时候。这位穿着装甲的奥特曼正在和雷欧奥特曼战斗，这其实是一个束缚器，用来约束奥特曼的力量。众所周知，雷欧奥特曼的体术无人能敌，但即便带着束缚器，这个奥特曼也能和雷欧打得不分上下，可见其实力。他就是梦比优斯口中的那个战士赛罗奥特曼，也是赛文之子。他曾经犯过一些错误，年少轻狂的他差点和贝利亚一样偷走等离子火花，还好被父亲及时发现。现在他进行的训练，就是为了让他改邪归正、修身养性。另一边，3、2一起来到了怪兽牧场，贝利亚见地来犯，使用终极战斗仪放出了大量怪兽。这些曾经在电视剧中被击败过的怪兽，如今被复活，你能认出来几头？怪兽实在太多了，即使是经验老道的初代和赛文也难以应付。很快他们就陷入了绝对的劣势。雷看着伙伴陷入困境，激发了内心雷布朗多的战斗欲望，变成了怪兽也加入了战斗。贝利亚不再选择观望，他拿出战斗仪，一阵扫射，奥特曼纷纷倒地。他还引诱出了雷身体中的恶魔雷布朗多，让雷失去理智。雷控制的怪兽也开始攻击起了自己人。这时怪兽牧场中出现了一架飞机和戴拿奥特曼，飞机上的队员不放心自己的伙伴前来支援，戴拿奥特曼则趁机控制住了贝利亚，对我们下来对雷进行一通感化。雷终于恢复理智，贝利亚发出激光想杀死这帮地球人，赛文用最后的力气冲了上去，挡住了这一击，同时自己也不堪重负。最后关头，他把头镖扔向太空，然后就昏了过去。贝利亚决定彻底了结这帮棘手的障碍。这时一道金光降落，原来赛文扔出的头镖飞向了赛罗的地方，而那边收到求救信号的赛罗立马赶了过来。所有的铺垫都是为了这一刻。赛罗的战斗力强大到令人发指，他拿着双刀在怪兽群中如入无人之境，轻松解决掉怪兽群后，他飞向了贝利亚。从他的腿法来看，应该是师承雷欧奥特曼。贝利亚第一次如此狼狈，他被打得踉跄不稳。而这时赛罗也发出了自己的大招，贝利亚被激光冲进了岩浆，溅起巨大的火花。正当众人庆祝时，身后却传来可怖的吼声。贝利亚没有死，他把所有怪兽组合在了一起，变成了一只巨大的合体怪兽，手指是怪兽，脚趾是怪兽，连皮肤上的毛也是怪兽。中奥轮番发动进攻，但连基本的防御都无法突破，实在是太强大了。这时雷看到了终极战斗仪，有着雷布朗多血统的他可以和怪兽沟通，他向那些怪兽传达自己的意思。那些可怜的怪兽本来就是被迫合体，被雷一煽动就开始反抗。而这时中奥联合起来，发动了自己的最后一击。赛罗飞上怪兽的头顶，一招半月斩击杀了贝利亚。终于贝利亚被击败了，光之国恢复了往日的繁荣。赛文父子也激动地拥抱在了一起。奥特之王在广场上发表讲话，表彰在此次战役中英勇战斗的奥特战士们。但邪恶的种子只要有一点点土壤，就会长成参天大树。故事最后，贝利亚猩红的眼睛亮起，一场新的风暴即将来临。关注我，我是小影，电影新解说，经典不错过。